前世我曾是 S 级觉醒者，所知公主立于光辉之中，神情冷漠，回忆如影随形。她凝视着眼前的虚拟界面，无数技能与道具被红色锁链封印。一个半吊子的觉醒者，一个声音从身后传来：“你的能力都被锁住了，所以他们才叫你所知公主，对吧？”所知公主侧身回望，但听说你的体术很出色。棕色短发的男人出现在阳光下 ，SSS 级觉醒者白成俊，他伸出一只手，帮我拿下墨菲斯。你对瘴气免疫，墨菲斯的幻觉毒素对你无效。他继续开出条件，我甚至可以借你 SSS 级的装备，如果攻略成功，就给你永久租赁权。两人在林间对峙，白成俊摊开手掌，眼神真诚。腐化的恶魔墨菲斯，所有地下城中最强的首领。我知道白成俊想利用我除掉他，但那不是奖励，而是租借。或许我终于能用一次装备了。所知公主的手握住了白成俊的手，两只手紧紧交握。我愚蠢地抓住了那个混蛋的手。怪物发出凄厉的尖笑，系统提示浮现：已对腐化的恶魔墨菲斯造成致命一击。所知公主喘息着，血迹沾染了剑刃。墨菲斯的动作变慢了，巨爪撕裂空气，猛然挥下，他的瞳孔中倒映着利爪。我能挡住。所知公主双手紧握剑柄，剑身却化为蓝色光点，瞬间消失。什么？我的剑为什么？系统界面弹出：装备巴里萨达的所有者白成俊已召回该装备。血肉飞剑，怪物一爪将他拍在地上。所知公主倒在血泊中，无法理解的抬头。白成俊，为什么？白成俊手持那把夺回的剑，身后跟着2名同伴，他嘴角挂着一丝冷笑。真没想到你能把墨菲斯逼到这种地步。如果我没有召回巴里萨达，你就要把他干掉了。所知公主的瞳孔因震惊而收缩，她是怕我在防御时杀了墨菲斯才收回装备的吗？因为击杀者才能获得掉落物吗？怎么会？白成俊看着墨菲斯的尸体，该死，他已经死了，奖励就归你了，而不是我。系统提示音响起，攻略成功奖励已发放给攻略者李之翼。所知公主发出空洞的笑声，就算我拿到奖励也无法使用。白成俊走到他面前，没关系，剑锋划过他的脖颈，只要杀了装备的主人，就能抢走绑定装备。他俯视着他，笑容扭曲，我会亲手让你流血而亡。白成俊高举长剑，李志毅剑锋猛然刺下，这就是我空虚而无意义的死法。系统界面骤然亮起，攻略成功奖励梦魇的继承，支付已完成，检测到生命危险，奖励自动启动。墨菲斯睁开血红的双眼，他竟然苏醒了。什么？他不是死了吗？白成俊的同伴惊恐万状，快跑！所知公主的意识逐渐清晰，为什么这次的奖励没有被锁住？意识被拉入一片光芒，这是拿我还活着吗？墨菲斯呢？白成俊呢？周围是华丽的房间，而非地牢。他低头看着自己的身体，为什么我的身体变成这样？手变得好小，难道这就是击杀墨菲斯的奖励吗？西里利亚躺在婴儿床里，小小的身体无法动弹，虽然还活着，但身体变了，这根本不是奖励，是诅咒。他还以为自己终于得到了一次像样的奖励。等等，旁边这个人是谁？一个身着华服的金发男人俯视着他。这是我的女儿。金发男人低语，他看起来很奇怪，这台词好熟悉。他俯身戳了戳西里利亚的脸颊，脸颊怎么这么软，真令人不快。这不就是育儿小说里才会出现的溺爱父亲吗？男人侧脸冷峻，他突然伸手抱起西里利亚，他太轻了，比羽毛还轻，真是个脆弱的小东西。豪华的房间，女仆环绕，都是俗套的浪漫小说设定，再加上这些台词，难道说我转生到育儿小说里了？男人温柔地抱着西里利亚，这就是击杀墨菲斯的奖励吗？转生成为异世界的婴儿，我从未真正得到过奖励，所以也不清楚，原来其他人得到的都是这种奖励吗？父亲，失陪一下。西里利亚紧紧抓着父亲的衣领。父亲，一个金发蓝眼的少年出现在门口，神情冷漠。他也是家人吗？长得真帅。金发男人回头，什么事？少年垂下眼帘，听说您征讨归来，所以呢？少年浑身一颤，我特地前来问安。父亲的语气冰冷刺骨，你在浪费时间，别来烦我，回你房间去。西里利亚惊愕地看着这一幕，他太冷漠了，明明是家人，怎么能这样？金发少年低头应声，是。他看上去好可怜。等等，茱莉亚提到你趁我不在时闹事了。金发少女身体一僵，那是我不会容忍这种行为。父亲继续说道，亚历克西斯·帕西森，作为姐姐，你应该给刚出生的妹妹做个榜样。西里利亚愣住了，什么？帕西森，她是姐姐？我还以为她是哥哥。亚历克西斯低头领命，是，父亲，我会记住的。西里利亚感到一阵熟悉，这个场景好像在哪见过，我记得是在一本小说里。帕西森，一本厚重的书浮现在脑海中，书名赫然在目，复仇者亚历克西斯。等等，西里利亚浑身冰冷，这不是育儿小说，这是我死前读的最后一本小说，复仇者亚历克西斯，一个主角重生复仇的故事。主角的名字是亚历克西斯·帕西森，他的复仇对象是夺走他一切的妹妹西里利亚。帕西森，那个妹妹就是我附身的这个西里利亚是个欺凌并最终杀害了姐姐的恶棍，而姐姐被谋杀后重生了，一个被杀后重生的复仇者。你觉得他会做什么？我已经死定了。4年后，我已经确定自己身处小说之中。西里利亚穿着粉色连衣裙，脚步轻快。我发誓要讨好姐姐，不惜一切代价活下去。父亲什么的就算了，姐姐才是这个世界最强的人。西里利亚绽放出灿烂的笑容。姐姐，她努力模仿着幼儿的语调。她递出一块饼干，吃这个。厨师说这是最后一块了。金发少年冷冷地看着他，你只吃和你长得一样的东西。西里利亚僵在原地，但他又一次无视了我。我特地在他下课后过来。亚历克西斯喜欢学习，虽然下课后他通常会温和一些。看他那么讨厌我，
他肯定已经重生了，但我不是当初那个欺负他的西里利亚了。西里利亚低头走在走廊上，这一世我绝不会无意义的死去。我以为死过一次后，终于有了家人。他紧紧攥着那块饼干，结果却附身在一个注定被家人杀死的恶棍身上。但这不只是为了我自己，也是为了姐姐。他就是那个重生的复仇者。不久后，姐姐将被恶棍们排挤，最终被逐出家门。重生的亚历克西斯会夺回一切，但那条路无比艰险。我也会在那场清洗中被处决，但这次我绝不会让它发生。西里利亚眼中燃起决心，我要帮助姐姐活下去。我的女儿。茱莉亚身着华服走进大厅，茱莉亚轻摇着扇子，眼中闪过一丝赞许，演技真好，和你母亲一个样。茱莉亚是我生母，也是公爵的第二任妻子。你故意黏着亚历克西斯，让他看起来很讨厌你。一个男人凑近茱莉亚低语，公爵听到这事会大发雷霆的。茱莉亚转向他，看到了吗？你一定要把今天的事原原本本的告诉公爵。女仆点头应允。西里利亚急忙抓住茱莉亚的裙摆，妈妈。不是那样的。男人大笑起来，将西里利亚抱在怀中。今天只是个小小的陷害，总有一天我们的侄女会把亚历克西斯赶出去。德雷尼子爵，茱莉亚的哥哥，也是我的舅舅。西里利亚内心嘶吼，不是那样的，你们这些恶棍，要是惹了亚历克西斯，我们都会死的。姐姐并不讨厌我。茱莉亚轻笑一声，记得在你父亲面前也这么说，他会更可怜你的。西里利亚气得满脸通红。一个戴着单片眼镜的男人走来，公爵夫人，您在这。罗埃尔·帕西森，公爵的侄子兼管理人。他微微躬身，公爵夫人，我有样东西给您看，能占用您一点时间吗？罗埃尔递上一份文件，这是我前几天考试的成绩单。茱莉亚接过成绩单，眼神瞬间冰冷。你这个蠢货！他猛地将成绩单砸向西里利亚的脸。这也叫及格分？你知道我为你请的家教花了多少钱吗？西里利亚捂住脸颊，我是故意答错的，为了让姐姐看起来更优秀。她肯定考了满分。西里利亚看着地上的成绩单，一张写着50分，另一张写着100分。早就料到了，但对这么小的孩子动手。茱莉亚怒吼，哈！你有什么好哭的？你比那个平民家教教出来的亚历克西斯还不如。茱莉亚声色俱厉，你知道我花了多少钱讨好公爵吗？你这个蠢货！罗埃尔试图劝解，请不要太责备西里利亚小姐，我已经给公爵看了另一份成绩单。茱莉亚眼神一凛，另一份。罗埃尔解释道，我把亚历克西斯小姐和您的成绩互换了。西里利亚瞳孔骤缩，什么？他们已经篡改了分数。他的小手因愤怒而颤抖。父亲根本不在乎我们的成绩。茱莉亚闻言笑逐颜开，哦，我真不知该怎么谢你。茱莉亚递给罗埃尔一个小钱袋，辛苦了。罗埃尔，这是我的一点心意。罗埃尔面无表情的接过，恕我直言，夫人，这点钱恐怕不够，这点钱用来管理整个公爵府似乎有些不足。茱莉亚脸色一变，你说什么？这可是我从厨房预算里挪出来的。德雷尼子爵急忙抓住他的手臂，茱莉亚，你应该说暂时借用，而不是挪用。罗埃尔的脸上浮现出诡异的笑容，哦。夫人，您都窘迫到要借用厨房的钱了吗？早说一声就好了，我父亲会借钱给您的。西里利亚冷冷地看着这一幕，一群白痴。罗埃尔看似和善，其实比茱莉亚还要恶劣。罗埃尔微笑着关上门，今天就到此为止，随时可以来找我。茱莉亚气得浑身发抖，他不过是个小小的管理人。他猛地转身，一把揪住西里利亚的衣领，看看你给我惹的麻烦。茱莉亚扬起手，我要打死你！一个声音响起，原来你在这里。西里利亚含泪抬头，亚历克西斯。姐姐，亚历克西斯站在光芒中，冷冷地看着这一幕。茱莉亚僵在原地，发生什么事了？亚历克西斯平静地开口：“我去厨房要了些巧克力饼干，但他们说没有多余的了。”他微微歪头，大概是他们自己吃光了吧。亚历克西斯眼神锐利，你不觉得奇怪吗？帕西森公爵府居然没有准备多余的甜点。茱莉亚不以为然，那是因为仆人们懒惰，不是因为缺少食材。亚历克西斯的声音冰冷而肯定：“母亲。”您是负责厨房预算的人吧？茱莉亚的脸色瞬间煞白，你到底想说什么？亚历克西斯目光如炬，请您密切关注手下的员工，以防他们对您有所隐瞒，甚至挪用公款。他的话语如同一把利剑直刺要害。茱莉亚和德雷尼子爵惊恐的对视，西里利亚躲在他们身后，眼中闪烁着一丝微光。亚历克西斯，这不关你的事。德雷尼子爵慌张的说道，我们会自己处理的，所以替我们向公爵保密。亚历克西斯神情冷峻，我已经告诉父亲了，我刚从他那里回来，所以父亲正在找您谈这件事。母亲。茱莉亚闻言惊恐的瞪大了眼睛，什么？他和德雷尼子爵慌忙转身跑开。我去见公爵了，你给我待在这儿。西里利亚。西里利亚抬头望着亚历克西斯，姐姐，他救了我。西里利亚低声开口，姐姐，谢谢你。亚历克西斯冷冷的回应，我不是来救你的，我只是路过厨房而已。亚历克西斯审视着他，你刚才说了些奇怪的话。奇怪的话？西里利亚扬起小脸，你说厨师长称那是最后一块饼干。如果公爵府的厨房对幼女这么说，那就意味着有人挪用了资金，导致食材短缺。原来如此。西里利亚恍然大悟，不愧是亚历克西斯，我解释的那么烂，你却瞬间就懂了。但我还有一份礼物。西里利亚眼中闪着光，跑上前去，姐姐，我知道妈妈的秘密日记在哪里。西里利亚抓住亚历克西斯的手，要我告诉你吗？那本日记就是茱莉亚的贪污账本，绝对能帮到亚历克西斯。亚历克西斯甩开他的手，你这个年纪的孩子不该打探这种事，别再到处胡说八道了，懂了吗？西里利亚小声回应。啊，他低下头，对不起。亚历克西斯叹了口气，他递出一个布袋，给你，这是。西里利亚的眼睛瞬间亮起，袋子里是巧克力饼干。亚历克西斯淡淡的说，路上捡的。你捡到的吗？厨房里应该没有饼干了，是姐姐自己买的吗？西里利亚紧紧抱着饼干，笑得无比灿烂。谢谢你，姐姐，我以为亚历克西斯终于对我敞开心扉了，但是亚历克西斯转身走开，脸上毫无表情，吃了就滚。西里利亚追上去，姐姐，今天我们又一天。西里利亚抱着礼物，姐姐，我给你买了礼物。亚历克西斯目不斜视，戴恩，
马兰在哪儿？那袋饼干是我从亚历克西斯那里收到的最后一份礼物。8年后，帕西森公爵府雨幕笼罩着葬礼，宾客们窃窃私语。公爵夫妇在划船时过世了，船突然就翻了，在那么平静的湖面上，真的是意外吗？我知道公爵夫妇会早逝，但不对劲，时间点比原著早太多了。小说里瘟疫要数年后才会爆发，那才是他们的死期。难道原作剧情改变了？宾客们议论纷纷，谁会成为公爵府的新主人？当然是亚历克西斯小姐，可她才17岁。还没举行成人礼呢，德雷尼是不会等到那时的。他会以摄政的名义，利用西里利亚来统治公爵府。没错，长老和封臣们都站在茱莉亚那边，没人没收过那对夫妇的钱。罗埃尔的意见也很关键，他是公爵最信任的副官，肯定有遗嘱吧？众人议论纷纷，再这样下去，公爵府就要乱了。西里利亚心烦意乱，这种情况下，我能做什么？一个男人突然冲过来，紧紧抓住他的肩膀。可怜的西里利亚，他才12岁就成了孤儿。男人满脸悲痛，我可怜的姐夫，抛下这么小的孩子，该多难过啊！他猛地将西里利亚拥入怀中，她是姐夫最疼爱的女儿。什么时候开始叫父亲姐夫了？他以前只敢称呼公爵大人，而且父亲只爱他自己。我以为他是个溺爱女儿的父亲，但他其实是个极端的自恋狂。德雷尼子爵松开怀抱，握住西里利亚的肩膀。我不会辜负姐夫的遗愿，我会为你负责，没人能把你从这里赶走。西里利亚面无表情，德雷尼在威胁我，德雷尼想让我疏远亚历克西斯，暗示姐姐会把我赶出去。我怎么可能怕这个？绝不可能！我会不会被赶出去？西里利亚眼中涌上泪水，德雷尼的声音在他耳边回响：“别担心，西里利亚，只要相信舅舅。作为回报，你要好好听舅舅的话。”西里利亚抬起含泪的眼：“太好了，谢谢您保护我们。”“是的，我会保护你，西里利亚。但是究竟是谁想把我们姐妹赶出去？真可怜，快教训他们！”亚历克西斯冷冷地看着一切，德雷尼脸色一僵，他匆匆转身：“我们等会儿再谈。”他居然说要保护我们，可他已经开始排挤亚历克西斯了。西里利亚独自一人走在萧瑟的庭院里，西里利亚蜷缩在树下，只想着如何利用我。是我大意了，我早该料到未来会改变。一个声音从身后传来：“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什么时候你和我成了我们？”西里利亚猛然回头：“姐姐，我站在你这边，我会保护你。”他嘴角勾起一抹笑：“我不会被赶出这个家，不是在这一生。”西里利亚瞳孔骤缩：“这一生。”亚历克西斯转身离开，该担心的人是你。西里利亚看着他的背影，他根本没掩饰自己也重生了，大概以为我反正也听不懂。或许姐姐现在并不需要我的帮助，也许我早点消失会更好。西里利亚蜷缩着，一声轻响，他疑惑地抬起头，这是一个蓝色的系统界面在他眼前展开。觉醒者信息：姓名西里利亚·帕西森，12岁。亚历克西斯坐在办公桌后，听着手下骑士的汇报。幸好西里利亚很傻，是像茱莉亚吗？戴恩厉声纠正：“请称呼她为小姐或公爵夫人。”马兰不以为然：“戴恩，就我们几个，怎么称呼她有什么关系？真是死板。”看着德雷尼被小姐弄得手足无措，还挺解气的。他们两个能干、忠诚，且与德雷尼毫无瓜葛。这一事再次说服马兰，真是费劲。他讨厌出于自尊心而侍奉他人，但最终他还是臣服了。我将终身为您效劳。亚历克西斯闭上眼，这该死的人生已经是第3次了。既然我又莫名其妙的回归了，就必须尽可能的召集盟友。那么西里利亚呢？亚历克西斯的手指轻敲桌面，他是个能轻松拉拢的聪明孩子，还是个需要敲打才会屈服的人？又或者像上一世那样？亚历克西斯眼神冰冷。亚历克西斯陷入沉思。不，我又在想些没用的事了。结论早在几年前就已得出。戴恩走上前：“小姐说了什么？你们没吵架吧？”亚历克西斯转过身，他说他会站在我这边，会保护我。戴恩和马兰面面相觑，马兰忍不住笑出声：“哈，谁保护谁啊？他那样子捏一下脸颊都会哭出来吧？”亚历克西斯独自坐在书房，真的很奇怪，有什么不一样了？第一是我被西里利亚杀死，第二是我杀了西里利亚，复仇完成。我以为一切都结束了，可我又回来了。这一世父母死得比上次更早。如果这和西里利亚有关，马兰继续说着，他还以为自己能保护您，一定是德雷尼的诡计，想骗过那个小丫头。亚历克西斯冷哼一声：“他们怎么可能用那种话骗到我？”马兰的语气不容置疑，很明显，先博取您的好感，再从背后捅刀子。亚历克西斯靠在椅背上：“那么马兰，你觉得我们该怎么做？”马兰的嘴角勾起一丝冷酷：“尽快除掉他，只要西里利亚消失，德雷尼就会失去力量。”戴恩提出异议：“我的看法不同。”德雷尼背后显然有人支持，我们可以利用小姐揪出幕后黑手，之后再处理他们。亚历克西斯总结道：“你的意思是因为他还有用，所以暂时留他一命？”马兰情绪激动：“斩草除根，越快越好。我们还有别的办法查出幕后黑手。”亚历克西斯双手交叠，陷入沉思。他终于开口：“好吧，暂时让戴恩监视西里利亚。”德雷尼子爵拖着西里利亚：“快点，这是一场决定公爵府主人的重要会议。如果你像葬礼上那样胡说八道，我饶不了你。”西里利亚低着头，看来他已经放弃扮演可靠的舅舅了。他们走进会议厅，封臣们齐刷刷地看过来。哇，长老们、封臣们，所有人都到齐了。公爵夫妇已逝，只剩下2个女儿，他们一定看不起我们姐妹。这些人都是来为自己谋取好处的。既然人都到齐了，那么会议开始。一个男人突然站起，打断了他。在此之前，我有件事必须宣布。另一位封臣厉声呵斥：“维尔德霍夫男爵，今天的会议至关重要。”首先，维尔德霍夫男爵的声音压过一切：“公爵大人将遗嘱留给了我，一份关乎公爵府继承权的遗嘱。”会议厅瞬间安静下来，落针可闻。维尔德霍夫男爵环视众人：“你们都知道，我负责管理公爵府的图书馆，处理重要文件本就是我的职责之一。”德雷尼子爵开口附和：“这么说来，公爵把遗嘱托付给男爵也不奇怪。”西里利亚瞥向他：“舅舅什么时候站到别人那边去了？”维尔德霍夫男爵收了舅舅一大笔钱，他坚信遗嘱对他有利。马兰
博尔斯猛地站起，荒谬！小姐就在这里，公爵凭什么把继承遗嘱留给一个男爵？维尔德霍夫男爵轻蔑的回敬，一个只会挥剑的莽夫，懂什么文件？马兰怒不可遏，没有核实之前，别妄下定论。维尔德霍夫男爵从怀中掏出文件，这是公爵大人的遗嘱。罗埃尔展开文件，他沉默地审视着，笔记、墨水、纸张，还有家族印章，全都是公爵大人的。众人议论纷纷，快念吧。继承人是谁？他清了清嗓子，开始宣读。若我在孩子们成年之前离世，则应任命一位监护人代理摄政。德雷尼子爵的脸上浮现出一抹得意的微笑。监护人必须是我最信任的人，我的亲弟弟杰宁·帕西森。杰宁将拥有与我同等的公爵权力，任何人都不得挑战。封臣们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德雷尼子爵脸色煞白，什么？我理所当然是摄政王才对，他结结巴巴地反驳。但是杰宁大主教公务繁忙，一位身着教袍的老者开口：“我会遵从兄长的遗愿，为他分担重负。独自管理公爵府确实困难，但我的儿子会协助我。”罗埃尔应声：“当然，父亲。”西里利亚冷眼旁观。愚蠢的德雷尼真以为自己能当上公爵吗？他根本不知道罗埃尔有多可怕。脚步声急促响起，一个侍卫猛地撞开大门，他手中紧握着一份染血的文件。侍卫喘着粗气大喊道：“小姐，戴安，你怎么这么晚？小姐的成年礼只剩1个月了，你知道看着那群人争夺家族有多恶心吗？”西里利亚认出了这一幕，这是原著里的剧情，虽然记不清细节，但伪造遗嘱的真相会在此时曝光。因为记得前世的亚历克西斯命令戴恩抓住了伪造者。等等，那为什么戴恩是一个人回来的？伪造遗嘱的人呢？事情是，戴恩艰难地开口，等我赶到时，他们已经死了。戴恩脸色苍白，我赶到时人已经死了。马兰冲上前抓住戴恩的衣领，那证据呢？肯定留下了什么？戴恩的声音透着绝望，整栋房子都被烧毁了。西里利亚的思绪飞速运转，怎么回事？这和原著不一样，公爵夫妇死得比预想中早，现在又出现了完全脱离剧情的变故。维尔德霍夫男爵怒吼：“我根本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他指着戴恩：“你是在暗示我伪造了遗嘱吗？”马兰厉声质问：“你伪造了遗嘱，然后杀人灭口，不是吗？”男爵气急败坏：“没有证据，你凭什么这么说？你能为这些话负责吗？”一个冷静的声音响起：“亚历克西斯。”杰宁大主教看向亚历克西斯：“马兰和戴恩都是你的亲信，你必须为他们的骚乱负责。我以摄政王的名义命令你。”西里利亚猛地握紧拳头：“摄政王，别搞笑了！那个伪造遗嘱、侮辱在场所有人、派一个男爵来传话的罪魁祸首，正是他自己的儿子罗埃尔，而他却装作一无所知。他们打算陷害亚历克西斯，把他赶出去，再把愚蠢的西里利亚当成傀儡，最后像丢弃玩偶一样抛弃他。谁会允许这种事发生？西里利亚眼中寒光一闪，一个半透明的蓝色界面在他面前展开。葬礼之后，我被锁住的物品栏终于能用了。他嘴角勾起一抹冷笑，正好我有一件完美应对当前状况的道具。物品栏中浮现出一卷古老的羊皮纸，赫尔墨斯之信。传奇级一次性道具，但效果绝对保证。西里利亚的目光锁定在道具说明上。能力2，验证，能提供详细信息。我选择验证。西里利亚眼中闪过一道金光，鉴定结果瞬间浮现。伪造文件，代笔者比尔森受罗埃尔·帕西森委托伪造。墨水为普通波莱诺姆，而非公爵专用的波莱诺姆 X。波莱诺姆 X。西里利亚的眼神变得复杂。我的生父帕西森公爵是个相当附庸风雅的人，即使家道中落，父亲也从不吝于彰显自己的高雅品味。他坚持使用一种极其昂贵的皇家墨水波莱诺姆 X。普通波莱诺姆和波莱诺姆 X 表面上看不出任何区别，但波莱诺姆 X 有一个极独特的性质，能分辨出它被视为品味高雅的证明，因此几乎无人知晓。原著小说里曾简短提过这个秘密，它的特性太过鲜明，我记得很清楚。西里利亚百无聊赖地趴在桌上，好无聊。突然他猛地抬手，将桌上的烛台扫向地面，烛台翻滚，蜡烛瞬间点燃了那份遗嘱，火焰迅速吞噬着羊皮纸。德雷尼子爵惊恐大叫：“遗嘱！”他抓起桌上的水壶，将水狠狠泼向燃烧的文件。德雷尼子爵勃然大怒：“西里利亚，你在做什么？”西里利亚瑟缩着躲到他身后，声音颤抖：“对不起，请不要打我。”封臣们面面相觑，窃窃私语。他说：“不要打他，难道他平时会打西里利亚小姐？那可是公爵唯一的血脉，我一直以为他是个慈爱的舅舅。”罗埃尔托起烧焦的文件：“请不要责备小姐，遗嘱安然无恙，只是边缘被撩到，墨水也只晕开了一点点。”德雷尼子爵松了口气：“那就好。我很少对西里利亚发火，一时有些失态。”罗埃尔补充道：“不必担心，公爵一直使用波莱诺姆墨水，那是一种不易晕染的高级墨水。文件上的墨迹在水中晕开，原来公爵也用那种墨水。不愧是罗埃尔，对公爵的一切都了如指掌。”亚历克西斯看着烧焦的文件，墨水真的晕开了。罗埃尔的目光扫过文件，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惊讶，他轻笑一声：“这可不是我父亲写的遗嘱。”罗埃尔惊怒交加：“亚历克西斯小姐，你做什么？快还给我！”戴恩瞬间拔剑出鞘，剑尖直抵罗埃尔的喉咙。罗埃尔的动作戛然而止。杰宁大主教勃然大怒：“一个区区骑士竟敢对我儿子动手！”他猛地拍案而起：“我以摄政王的名义打断你的双臂，再把你赶出公爵府！”亚历克西斯冷冷开口：“大主教，你没有这个权利。”杰宁大主教愕然：“你说什么？”亚历克西斯平静地陈述：“我想你不知道，毕竟你和我父亲关系并不亲近。我父亲用的墨水遇水不晕，反而会变成金色。”杰宁大主教满脸错愕：“怎么可能有这种墨水？”亚历克西斯继续解释：“它叫波莱诺姆 X， 是皇室秘而不宣的特供品，连我父亲都很难弄到。一个平民出身的大主教不知情，倒也可以理解。”罗埃尔脸色一变：“等等。
如果小姐说的是真的，我不可能不知道，我可是处理公爵所有事务的人。亚历克西斯轻蔑一笑，父亲只是让你处理行政工作，不是让你分享他的私生活。你真的不明白其中的区别吗？罗埃尔的身体僵住了，冷汗滑落。西里利亚眼中闪过一丝了然，他在警告罗埃尔。她不过是个雇员，不愧是我的姐姐。亚历克西斯转身面向众人，如果你们不信，就把父亲的个人记录拿出来浇上水，那场面一定很壮观。风尘们低头围观着桌上的文件，金色的墨迹在羊皮纸上流淌，真美啊！不愧是皇室专用的墨水。亚历克西斯下达命令，我们中间有伪造者，立刻把维尔德霍夫男爵抓起来。侍卫立刻上前架住男爵。维尔德霍夫男爵挣扎着，等等，亚历克西斯小姐。我是无辜的，求求您听我说，求您了。他被强行拖出大门，绝望的呼喊声在走廊里回荡。小姐，他将那份烧焦的遗嘱丢在桌上，他冷冷的陈述：有人伪造遗嘱，甚至杀害了代笔者，这是一场可怕的阴谋，妄图窃取我们家族的遗产。杰宁转向亚历克西斯，声音带着一丝惊慌：亚历克西斯，我真的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暂时不会指责任何人，但是你们谁都别想安心。因此在找到幕后主使之前，我将暂停摄政王的任命。亚历克西斯通过马兰和戴恩一直秘密调查着幕后主使，但对方手段高明，干净利落地切断了所有线索，调查陷入僵局。更糟的是，维尔德霍夫男爵在狱中自尽。1个月后，亚历克西斯举行了成人礼，帕西森公爵的头衔正式归还于他。西里利亚躺在床上，惬意地伸着懒腰。事情和原著有点出入，但那又怎样？最终，亚历克西斯还是成了家主。现在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亚历克西斯眉头紧锁，很奇怪，他靠在摇椅上，一切都太顺利了。上一世我被家族驱逐，然后被谋杀；第二世我抓住了代笔者，他却反咬一口，是小姐命令我伪造遗嘱的，他想陷害杰宁大主教。那个代笔者胡言乱语，让我头痛不已。更何况这一次代笔者已经死了，我真的以为一切都结束了。如果不是西里利亚打翻了烛台，我就不会想起父亲用的墨水。他真的遵守了诺言吗？还是说一切只是巧合？西里利亚的笑脸在他眼前闪过，纯粹灿烂。房门传来叩击声，亚历克西斯开口：请进。西里利亚从门后探出头，脸上挂着明媚的笑容。姐姐。亚历克西斯看着他陷入沉默。西里利亚局促地站在门边小声询问：我该叫您家主吗？亚历克西斯目光平静。西里利亚慌张起来：公爵大人，公爵大人。亚历克西斯语气温和：叫我姐姐就好。西里利亚的脸瞬间亮了。好的。亚历克西斯看着他：你打算在内站多久？过来坐。西里利亚小步跑向他，我特意准备了一张小椅子。他端正地坐在一把华丽的小椅子上，双腿悬空轻轻晃动。亚历克西斯低声自语：真小。西里利亚疑惑地抬头：您说什么？亚历克西斯移开视线：没什么。西里利亚鼓起脸颊：刚才明明说了什么？算了，无所谓。西里利亚双手捧出一个小巧的粉色锦囊：姐姐，这个。亚历克西斯接过，从里面取出一块陌生的点心。他满腹狐疑：这东西有毒吗？还是麻药？西里利亚笑容灿烂：那天是你的生日，生日礼物。亚历克西斯凝视着手中的点心，陷入了长久的沉默。成人礼通常在18岁生日时举行，但继承爵位迫在眉睫，他的生日就这样在忙碌中悄然溜走，无人问津。没想到会收到西里利亚的礼物。西里利亚双手交叠，笑容纯真无邪。亚历克西斯侧目，他将锦囊丢回桌上，还在做这种无聊的事。西里利亚，你知道父亲用的是什么墨水吧？所以你才故意点燃遗嘱，好让他被水浸湿。西里利亚眼神无辜：姐姐，我不太明白你在说什么？亚历克西斯凝视着他，目光冰冷。西里利亚的眼神慌乱起来。亚历克西斯心头一紧，他慌了，这和上一世截然不同。难道西里利亚也和自己一样带着过去的记忆？不，如果真是那样，他应该会杀了我才对。亚历克西斯回想起上一世的死状，血腥而残酷，所以他真的是出于善意帮助我吗？亚历克西斯叹了口气：好吧，你可以走了。这就走了吗？他看着西里利亚的背影，和我待在同一个房间不难受吗？连戴恩和马兰都觉得压抑。如果你想帮助家族，我很欢迎。如果你知道如何复兴帕西森的贫瘠之地，也可以留下。西里利亚闭着眼大喊：我什么都不知道。他语气恳切：尝一块饼干好吗？这是我亲手做的。亚历克西斯问：你亲手做的？西里利亚看着他：姐姐以前给过我饼干，所以我也想给你。亚历克西斯一脸茫然：我给过吗？他完全不记得。西里利亚的声音带着一丝失落：你一点都不记得了？小时候你曾从母亲手下救过我。西里利亚的眼神暗淡下去，双马尾无力地垂着。亚历克西斯看着他期待的眼神，轻声回应：啊，好吧，我吃。他拿起那块饼干，犹豫着送入口中。西里利亚眼中闪烁着光芒，他好像很喜欢。那是当然，我可是用了妈妈牌家常菜3级技能。虽然妈妈是韩国人，所以我只会做韩国菜。西里利亚天真的问：姐姐，这饼干好吃吗？他冷漠的回答：不，难吃死了。西里利亚低着头：我明白了，那我真的走了。他转身离去。亚历克西斯看着他的背影：下次带点更好的来。西里利亚猛地停住转身，眼中闪着光芒：好的，我会做很多很多的。亚历克西斯倚靠栏杆，俯瞰着帕西森庄园。夜幕下的村庄一片死寂，这里的土地世代贫瘠，寸草不生。流言四起，说帕西森家族是噩梦的统治者，大恶魔噩梦君主被封印在这片土地深处，城堡与庄园就建在他的封印之上。恶魔的瘴气缓慢地毒害着大地。亚历克西斯的手指收紧指节泛白，真是可悲的无稽之谈。他眉头紧锁，但土地的贫瘠是实实在在的危机。父亲对农业毫无兴趣，也从未投入分毫，更换肥料或耕种方法都徒劳无功。照这样下去，我们撑不过即将到来的枯萎季节。德雷尼手抚胸口，声泪俱下：德雷尼，
博尔哥，痛失胞姐的悲伤无法言喻，但无论我多么悲痛，也比不上您失去双亲的痛苦，所以我立刻赶来了。亚历克西斯静静坐在沙发上，听着男人的哭诉，多么艰难，多么孤单，我只想为您尽一份力，毕竟我是您的舅舅。亚历克西斯内心毫无波澜。杰宁躲在祈祷室里，现在换德雷尼出来闹了。他开口语气平淡，我没事，悲伤早已克服。德雷尼的表演戛然而止。什么？德雷尼神情夸张，你不用假装坚强，再这样硬撑下去会垮掉的，连我都如此悲痛欲绝。亚历克西斯侧过脸，克服。身为帕西森家族的领导者，我没有时间沉浸在悲伤里。他双臂交叉，不像我。德雷尼子爵似乎还无法平复悲伤，我不能接受一个沉溺于悲痛之人的帮助。德雷尼惊愕地张大了嘴，是什么？亚历克西斯语气平缓，请花些时间恢复吧，我会让人送些安神的茶过去。走的时候记得从桌上拿块点心。西里利亚正对着镜子梳理长发，一道严厉的声音传来，西里利亚，看看你无所事事的样子，真是可悲。他停下动作，抬眼望向门口，刚进门就唠叨个没完。难道他看不见吗？一个12岁的女孩因为被彻底忽视，只能自己梳头。一个中年男人双臂交叉，表情不悦。女仆低头站在一旁，恭敬地称呼：“老爷，欢迎回来。”德雷尼下达命令：“从现在起，你每天早晚都要去见亚历克西斯。”他神色不满：“仆人的报告根本不够，时刻监视他的状况，向我汇报。你流着帕西森的血，能比他们看到、听到更多。对了，还要求参加家主主持的家族会议，把所有讨论内容一字不漏的报告给我。”西里利亚内心一震，他这是要我当他的间谍？女仆在一旁低声催促：“小姐，快回答他。”西里利亚沉默不语。女仆们围住德雷尼谄媚的保证：“子爵，我们会好好教导小姐的。”西里利亚躲在女仆身后，眼神惊恐：“我才12岁。太可悲了。”女仆们继续讨好：“我们会好好照顾他，让他完全听从您的命令。”德雷尼满意的回答：“那是自然。”西里利亚低着头：“这些人是怎么了？德雷尼到底给了他们多少钱？帕西森到底有多少眼线？”女仆们围拢过来，其中一人不耐烦的催促：“小姐，怎么不说话，哑巴了吗？”另一个女仆附和着：“是啊，要我们怎么教导这样的女孩？要是她聪明点就好了，恐怕她刚当间谍就会被抓到吧。”西里利亚攥紧双拳，指甲深深嵌入掌心：“我受够了。我必须加快计划。”他眼中闪着泪光，决心已定。周五下午玫瑰花园，每个周五下午，女仆们都会把我拖到玫瑰花园。西里利亚独自走在花园小径上。今天你来晚了，公爵今天要去视察骑士团。玫瑰花园只允许帕西森血脉进入，他视察结束后应该会过来。女仆们来这里的理由只有一个，他们只是拿我当借口。其中一个女仆双手捧脸：“啊，我好想他。”另一个女仆兴奋地呼喊：“戴恩大人，戴恩！”巴塔尔，一个有着光泽棕发和坚实体格的男人，却生着一张如花般俊美的脸。亚历克西斯每周五下午都会由戴恩和马兰陪同在这里散步。女仆们深知这一点，每周五都偷偷溜进花园，只为一睹戴恩的风采。一个女仆满眼憧憬，不知道戴恩爵士会娶谁。另一个女仆笑着附和：“他英俊又温柔，一定很多人追求他。”那个女仆继续说：“不过他毕竟是平民，不能娶贵族吧？他大概会娶我们这样的人。”西里利亚侧过脸，内心冷笑：“饶了我吧，反正不会是你们中的任何一个。”因为戴恩喜欢亚历克西斯。戴恩看着亚历克西斯，眼神温柔。在原著小说里，戴恩用尽一生爱着亚历克西斯，那并非夸张，他真的为他献出了生命，无论前世还是回归之后。西里利亚看向那群女仆：“姐姐今天不散步了，所以戴恩也不会来。”女仆们怒视西里利亚：“你刚才说什么？”西里利亚平静地回答：“我送生日礼物的时候，姐姐亲口告诉我这周不散步了。”一个女仆勃然大怒：“为什么现在才说？我们进去！”他猛地抓住西里利亚的手腕，用力拉扯。西里利亚痛得皱眉，手腕被捏得生疼。女仆毫不理会，强行将她拖走。“小姐，你干什么呢？”西里利亚冷冷地回答：“我为什么要进去？反正德拉也不在乎礼节，不是吗？”女仆们面面相觑。“扑天啊，小姐，小姐，你生气了吗？啊，这太好笑了！你们是仆人，我是主人，对我放尊重点。就算我生气了，又能怎样？如果你们不打算表示尊重，我会亲手惩罚你们。”女仆们窃笑着。女仆威胁道：“如果你再这样闹下去，我就告诉子爵，明白吗？到时受罚的就是你了。”小姐，他伸手指着西里利亚的额头。西里利亚眼中闪过一丝决绝。“住手！”他猛地推开女仆。“呀啊！”女仆尖叫着摔倒在地。另一个女仆惊呼：“天哪，德拉，你没事吧？”西里利亚内心暗道：“我也摔倒了。”女仆们惊慌失措地围着摔倒的德拉，叽叽喳喳地抱怨。脚步声响起，一个低沉的声音传来：“真吵！我的花园里发生了什么事？”亚历克西斯，怎么办？我好脏，头发也乱了。我为了戴恩大人才那么努力打扮的。他首先担心的居然是自己弄脏了。他愤怒地抬手指向前方：“我要把你做的事全都告诉我姐姐。”那名跌倒的女仆抬起头，脸上浮现一丝嘲讽：“你要告诉她什么？你又没有证据。”她轻蔑地笑着：“你觉得会有人相信你吗？”西里利亚嘴角勾起一丝冷笑：“我怎么会没有证据？”脚步声响起，一双黑白相间的靴子停在石板路上。真吵！亚历克西斯现身，面带不悦：“你们在我的花园里做什么？”女仆们惊愕地抬头：“大人，您怎么会在这里？”但他明明说今天不来了。西里利亚调皮地吐了吐舌头：“哼，上当了吧？我姐姐说不来是骗你们的，好让你们放松警惕。”马兰怒视着女仆们：“为何站着不行礼？”女仆们浑身一颤，慌忙鞠躬行礼：“向您问好，大公爵阁下。”亚历克西斯面无表情地看着这一切，一言不发。西里利亚怎么样了？那名女仆脸色惨白：“如果她发现是子爵指使我们就完了。”她猛地跪倒在地，身体剧烈颤抖。“大人！”她抬起头，眼中噙满泪水：“求您救救我们！我试着忍耐，但我实在忍无可忍了。”亚历克西斯冷冷地看着他：“忍无可忍什么？”女仆抬起泪眼：“西里利亚小姐对我们的虐待，我们以为只是小姐年幼无知，所以一直默默忍受，但现在再也无法忍受了。”哇！
这些女孩都是演员吗？他继续编造谎言。刚才小姐绊倒了黛拉，还命令我们扇她耳光，每顿饭都只给我们吃脏东西。西里利亚垂下眼帘，无论我现在说什么，听起来都像一个暴君的借口。马兰义愤填膺，大公爵阁下，您必须严惩小姐，这些仆人都是您的。他怎敢如此？戴恩开口，语气平静。在那之前，我们必须先核实女仆们的说辞是否属实。马兰震惊地看着他，亲眼目睹此景，您还觉得需要核实吗？他转向西里利亚，小姐，你有什么话要说吗？西里利亚紧紧攥住拳头，指甲深陷掌心。我恨马兰。在原作里，马兰就讨厌西里利亚，不，岂止是讨厌。他鄙视他。马兰出身骑士世家，世代效忠帕西森家族，家族荣誉感极强。他声称讨厌我的性格，但那只是借口。他看不起茱莉亚的没落贵族出身，连带着也看不起我。马兰只用地位衡量人，所以当亚历克西斯下令时，他毫不留情地杀死了西里利亚。他用了一种尤其残忍的手段。西里利亚低着头，拳头紧握，沉默不语。亚历克西斯的蓝眸锐利如冰，他冷冷地开口说：“女仆的说辞是真的吗？”庭院里一片死寂，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西里利亚身上。西里利亚猛地抬起头，她撩起裙摆，露出布满血痕的双膝。戴恩大惊失色，立刻蹲下身：“不是血，小姐，您还好吗？”西里利亚咬着嘴唇：“不，好疼。”戴恩关切地问：“您是怎么受伤的？”他声音颤抖：“他们说，如果我告诉别人，就会受到惩罚。”亚历克西斯闻言，眉头紧锁：“惩罚？谁会惩罚你？”西里利亚的眼泪夺眶而出，她放声大哭。一名女仆突然跪倒在地：“小姐，对不起，我没能接住从树上掉下来的您。”戴恩一脸困惑：“你在说什么？”那名女仆紧紧抱住西里利亚：“小姐想爬树，我告诉她很危险，但她不听，结果就摔了下来，都是我的错，请惩罚我吧。”她继续表演：“小姐，请不要再哭了，惩罚我吧。”西里利亚向后躲：“都是我的错，不要打我。”小姐，亚历克西斯怒目圆睁：“手放开！”亚历克西斯抱着哭泣的西里利亚。西里利亚说：“发生了什么？”西里利亚抽泣着：“什么都没发生。”亚历克西斯眼中闪过一丝不悦：“哼，你服侍的小姐正在流血，你们却毫无察觉。女仆只是轻轻拍了拍你，你就吓成这样，还敢说没事？”亚历克西斯的语气变得冰冷：“如果你不如实说出一切，我会比那些女仆更严厉的惩罚你。即便我早已计划好这一切，还是好可怕。”在原作中，亚历克西斯在战场上屠杀魔物时就是这副表情吗？那如果我不说实话，也会被当场处罚吗？西里利亚颤抖着开口：“是女仆们欺负我，骂我。他们说，如果我不听话，就告诉我叔叔，让他惩罚我。你的膝盖怎么受伤了？”那是因为戴恩没来，所以女仆们想赶紧回去，他们用力拉我就摔倒了。我说我要为此责骂你们，你们就说要告诉我叔叔，让他也惩罚我。女仆惊慌失措：“不，那不是真的，您可以问问其他仆人。”亚历克西斯不解地问：“为什么？”西里利亚解释道：“那是因为黛拉和女仆们，他们喜欢戴恩。”戴恩闻言满脸通红：“什么？这太荒谬了！公爵府的女仆在平民里可是顶级的结婚对象，他们怎么会喜欢戴恩那种人？公爵大人，请不要相信，这完全是谎言。”西里利亚瞥了他一眼：“你根本不懂女仆间的流言，你只是嫉妒，所以才贬低她。”他鼓起脸颊，轻哼一声。亚历克西斯突然爆发出一阵清脆的笑声，哈哈哈哈哈哈！两名面面相觑，神情呆滞。亚历克西斯含笑开口：“看来我没有听错，我独自在花园里散步，想理清思绪，把戴恩和马兰都甩在了身后。然后我听到了很奇怪的声音。”亚历克西斯冷冷地看着女仆：“为了见戴恩，你们弄乱了衣服和头发，真可悲。”他侧过身，神情冰冷：“无论你怎么想，都该服从主人的命令，可你却选择威胁他，拿子爵来压他。”德拉瘫坐在地，浑身颤抖。西里利亚抬起眼：“亚历克西斯听到了我和女仆间发生的一切。”女仆们惊恐万分，纷纷跪倒在地。没想到只有西里利亚对我说了实话。公爵府不需要不认主人的仆人。戴恩、马兰，解除这些女仆的合同，永远驱逐出去。戴恩躬身领命：“遵命。”西里利亚内心平静，比我想象的仁慈。还有以虐待儿童罪起诉他们，依法严惩。戴恩神情一凛：“依法惩处？您的意思是在他们脸上烙印罪行吗？”亚历克西斯眼中毫无波澜：“没错，他们给孩子留下无法磨灭的伤疤，自己也该背负同样的印记。”亚历克西斯伸手轻轻拉住西里利亚的手，两人一同离去。女仆们在他们身后绝望哭喊：“求求您，求求您，饶了我们，求您开恩！”马车停下，子爵咬着指甲，神情烦躁。西里利亚的直属女仆都被赶走了，他们没有被烙上间谍的印记。我的秘密没有暴露，我必须抢在亚历克西斯之前为他挑选新的女仆。他猛地拉开车门，冲一个骑士怒吼：“你疯了吗？我差点受重伤！”马兰面无表情，拦住他的去路：“您不能再前进了。”子爵气得脸色发青：“什么？你这混蛋，你知道我是谁吗？”马兰平静地回答：“您是德雷尼·博尔格子爵，已故女主人的兄长，西里利亚小姐的舅舅。”子爵怒不可遏：“既然知道我是谁，还敢拦我的路？”马兰的眼神冰冷：“这是公爵的命令，公爵严令禁止您踏入公爵府一步。”马兰继续说道：“公爵吩咐，今后您来访必须提前申请许可，请回吧，先提交正式的书面申请。”子爵急切地哀求：“不，现在就告诉公爵！”马兰打断了他：“公爵特别强调，任何请求都必须以书面形式提交，这规矩对所有人一视同仁，并非只针对子爵您。请回吧。”“喂，等一下！”马车调转方向，扬长而去。子爵在车厢内气得发抖，低声咒骂：“你这混蛋！”亚历克西斯正在书房，马兰前来汇报，一切如您所料，女仆被驱逐的消息一传开，德雷尼子爵就来了。西里利亚坚持要见他，所以我亲自把他打发走了。亚历克西斯嘴角勾起一丝冷笑：“德雷尼·博尔格真是个一览无余的男人。我早就知道德雷尼在公爵府安插了间谍，成为公爵后，我本该立刻清除德雷尼兄妹的眼线，但我必须谨慎行事，不能看起来像在滥杀无辜。我的计划
是先处理掉我身边的间谍，再解决茱莉亚手下的人。但在茱莉亚死后，那些人全都成了西里利亚的女仆。我一直在等待时机，担心强行赶走他们，西里利亚会大发脾气。讽刺的是，多亏了西里利亚，我才能将他们一网打尽。我完全不知道，他竟被自己的直属女仆虐待。茱莉亚是否知情，却选择了袖手旁观。也许这就是为什么西里利亚在茱莉亚的葬礼上表现得那么平静。在那些时刻，那个孩子身边空无一人，他一定很孤独。马兰向亚历克西斯进言：公爵大人，西里利亚小姐很可能也是德雷尼的间谍，您应该把她赶出去，或者至少关在房间里。亚历克西斯坐在桌前，没有必要。马兰感到困惑，什么？亚历克西斯的手指轻点桌面。如果西里利亚真的是间谍，那他一定知道其他间谍是谁。他的直属女仆都被突然换掉，他现在一定很困惑。亚历克西斯下令：戴恩，你去假装照顾他，顺便从他那里套出间谍名单。戴恩单手抚胸弓，申领命。遵命，公爵大人。马兰立刻上前一步，急切地请愿：公爵大人，为什么选戴恩？请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亚历克西斯眼神锐利：你真的认为你能说服西里利亚交出名单吗？马兰毫不犹豫：当然，我比心软的戴恩更适合这个任务。他眼中闪过一丝狠厉，如果他不交出名单，我就把他倒吊在窗外。亚历克西斯静静地看着他。亚历克西斯忽然开口：马兰，你知道太阳和风打赌的故事吗？就是那个赌谁能让女人脱下外套的故事。马兰一愣：是的，公爵大人。但您为什么突然提起童话？亚历克西斯微微一笑：马兰，在这种情况下，你是风，戴恩是太阳。想让一个孩子脱下外套，说出真相，太阳远比狂风有效。戴恩，你过去。马兰一脸惊愕，戴恩则有些脸红。他迈步离开，从那个孩子身上套出间谍名单，真是个艰巨的任务。他虽然只是个孩子，却和已故公爵夫人一样卑鄙狡猾。马兰对戴恩警告道：他肯定会利用你，要是小看他，你会吃大亏的。戴恩内心沉重，这次的任务不会轻松，就像马兰说的那样，他独自承受了所有虐待。可怜的孩子，我一定要对他好一些。他看起来嘴很严，这需要时间和精力。戴恩走进厨房，我应该先用甜食接近他，他喜欢饼干，只要我坚持出现，他总会敞开心扉。戴恩询问主厨：厨师长，还有饼干吗？主厨应道：请稍等。戴恩敲响了西里利亚的房门，总有一天他会把间谍名单交给我。他轻声开口：小姐，我进来了。戴恩推开门，西里利亚正坐在桌前，他抬头露出灿烂的笑容：欢迎你，戴恩，我正好有事要告诉你，马夫长是间谍。戴恩瞠目结舌：什么？你是说马夫长比托吗？西里利亚接过饼干篮子，笑得甜美：是的，还有副厨师长，还有父亲卧室的女仆凯特琳，管家手下的仆人。戴恩面色惨白，额头冒出冷汗，他难以置信：这是真的吗？西里利亚肯定的回答：是的，他也是德雷尼子爵的间谍。他咬了一口饼干，含糊不清的补充：我舅舅人脉很广，和金杰关系也很好。戴恩惊疑不定：金杰就是那位管家退休后最有望接任的人吗？西里利亚点头确认：没错，所以舅舅给金杰的零花钱比任何人都多。戴恩面色沉重：不可能，现任管家年事已高，即将退休。如果金杰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当上了管家，戴恩用手捂住嘴，脸色因恐惧而扭曲，公爵府将会落入子爵之手。光是想想就令人不寒而栗，但他竟如此轻易地供出了所有间谍。戴恩看着西里利亚，这证明了小姐您并不是他们的一员。戴恩的表情缓和下来，他大概能猜到他在想什么。饼干吃完了，今天就到此为止吧。他拿起一个兔子玩偶，笑容温柔：小姐，要不要休息一下，或者玩玩娃娃？西里利亚指着玩偶兴奋地说：啊，这是我的占卜老师玩偶，那个人也从舅舅那里拿了零花钱。戴恩瞬间僵住。什么？西里利亚继续说道：还有偶尔来访的助教，还有音乐家们。戴恩连忙摆手，笑容有些勉强：小姐，请您说慢一点。他转身快步离开，我得拿点东西来写。戴恩背对着他，嘴角却不自觉地上扬。不过看您笑真好，您最近总是在哭。西里利亚愣住了。哎，戴恩的侧脸柔和，希望您能一直保持笑容，孩子就应该在笑声中长大。西里利亚脸颊微红。哇！他看着戴恩离去的背影，我知道他很善良，但没想到这么温柔，用那么英俊的脸说这种话简直是犯规，难怪女仆们都为他着迷。有这样温柔的人在亚历克西斯身边，真是太好了。亚历克西斯就像冰，坚硬、寒冷、牢不可破，但即使是冰，被逼到极限也会碎裂。我希望戴恩能成为亚历克西斯可以安心依靠的人。戴恩合上手中的笔记本，他们真的安插了好多间谍。西里利亚天真的问：安插间谍，种下去会长出什么呢？是花还是果子？戴恩忍不住轻笑出声：哈哈，我不能告诉这么纯洁的孩子真相，太兴奋了，一不小心就全说出来了。西里利亚忽然有些不安，但是间谍会不会太多了？他会不会怀疑我？戴恩神情严肃：小姐，您的身边竟有这么多危险的人，他们只听德雷尼子爵的命令，完全无视您，大概是多么孤独和痛苦。西里利亚抬头看他，戴恩的目光变得温和：以后有烦心事请来找我。他在担心我吗？还是在安抚我？还是试图安慰我，好让他以后能利用我？但那双眼睛看起来完全不像那样。西里利亚笑容灿烂：是的，我好伤心。戴恩，你真懂我。母亲总是骂我父亲从不关心我，但我爱我的姐姐。当我被母亲责骂时，是姐姐帮了我。西里利亚双手交握在胸前回忆着，眼中满是幸福。戴恩看着他：公爵夫人吗？他可能不是在帮你，而是……他看着西里利亚纯真的脸，话锋一转：不，你说的对，他一定是在帮你。他轻咳一声，转身移开视线。他明明不信，却还是努力维护我的童真，真是个好人，值得托付给亚历克西斯。西里利亚眼中闪着光，而且我
我姐姐超帅，比王子还帅，所以我最爱姐姐了。这句不是谎话。在原来的故事里，亚历克西斯是我最喜欢的角色，他冰冷如铁，却会在需要时向贫民窟的孤儿弯腰。来到这个世界，亚历克西斯也迅速偷走了我的心。公爵夫妇对他的残酷毫无道理，他那样耀眼夺目，我想亲近我的姐姐，但那或许很难吧。西里利亚深深地低下头，我的真心传达到了吗？如果传达到了，请把我的话全都告诉姐姐。骑士大人，拜托了。亚历克西斯看着戴恩，这么快就查到了间谍名单。戴恩躬身回答：是的，小姐一直在等待一个倾诉的机会。亚历克西斯微微侧目，倾诉的机会。戴恩解释道：小姐被母亲虐待，被父亲忽视，却无人可诉。戴恩继续说：我只说了一句暖心的话，他就完全敞开了心扉。亚历克西斯陷入沉默。戴恩补充道：小姐她仿佛只要几句交谈，就能把整个世界都给我。亚历克西斯皱眉：给你整个世界？戴恩用力点头：是的，脸上是抑制不住的兴奋与喜悦。亚历克西斯紧紧攥拳。戴恩继续说道：公爵大人，小姐她或许也想把整个世界献给您。亚历克西斯抬眼：给我。戴恩肯定的回答：是的，他说他喜欢你。亚历克西斯背过身去，童言无忌。戴恩解释道：他说您小时候帮过他一次。亚历克西斯想起了什么，饼干事件。戴恩神情认真：他说想和您亲近，却又担心这很难，为此感到难过。亚历克西斯的手指轻敲桌面：胡说八道。戴恩立刻躬身：抱歉，从今往后我绝不再汇报这种无聊小事。不，从现在起，这种无聊小事每一件都要向我汇报。戴恩猛地抬头：大人。亚历克西斯眼神锐利：需要我重复一遍吗？不用了，大人，我会全部汇报给您。公爵大人。西里利亚躺在床上，戴恩希望他能好好说。公爵府被彻底颠覆，一张解雇公告贴在墙上，一群面无血色的仆人仰头看着。府中资历深厚的雇员被一次性全部解雇，他们的罪名五花八门：玩忽职守、收受贿赂以及泄露家族机密。封臣和元老们震怒，但面对亚历克西斯掌握的证据，他们无法反抗。比起反抗，他们更担心自己的罪行败露。一位贵妇用扇子遮住半张脸，惊恐万分。亚历克西斯不是在安插自己人，而是在铲除德雷尼的间谍。难道他已经知道了我用情报换钱的事？一群贵族站在深渊边缘，背影僵硬，恐惧在他们之间无声蔓延。今天的会议到此结束，文件被轻轻合上。一位年轻贵族笑着说：辛苦了，大人。领地事务和改革堆积如山，但我们可以一步步来。一位贵妇人笑着附和：当然，我们只会追随并信任您，大人。亚历克西斯微微一笑，眼神却毫无温度。公爵大人。罗埃尔走进会议室，手抚胸口，笑容温和。大家都已经离开了，我担心您才过来看看。亚历克西斯抬起头：我没事。罗埃尔、帕西森，他的间谍一个个被拔除，却仍扮演着公爵府的忠臣。罗埃尔微微侧身，面带微笑：但我在前世就知道了他的真面目，必须尽快处理掉他。其实我有件事想和您私下谈谈。亚历克西斯从座位上起身：核心官员们应该安排单独的会面时间。罗埃尔眼神一凛：帕西森有4位核心官员，女仆长、管家、骑士团长，还有行政官。我在他们之中一直备受优待。他的拳头在阴影中攥紧，但自从那个小丫头成了公爵，一切都变了。他竟敢夺走我的权利，我为这个家族贡献了多少？你难道不知道吗？亚历克西斯，如果你非要这样，我也别无选择。罗埃尔深深鞠躬：大人，请别再固执，允许子爵自由出入吧。亚历克西斯面无表情。听说他因为担心西里利亚，已经食不下咽，请不安席。我会赐他安神的茶和均衡的膳食。如果他拒绝，我就是做对公爵府的不忠。罗埃尔抬起头：但西里利亚小姐一定也想见子爵。新来的女仆她不熟悉，舅舅至少该陪在她身边。不。亚历克西斯的侧脸线条冰冷，他想亲近的人另有其人。他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微笑。这算什么语气？他想亲近的人，他到底在胡说什么？罗埃尔脸色一僵：那请您看看这个，这是德雷尼子爵让我转交的文件。亚历克西斯冷冷开口：我想我们已经谈得够多了。罗埃尔将一份卷轴递上前：这是关于西里利亚小姐的事。亚历克西斯接过卷轴，缓缓展开。亚历克西斯瞳孔微缩，这是卷轴上赫然写着：继承权申请书。原则上，父母的遗产都由长子继承，因此未能继承的兄弟姐妹们心怀不满，不择手段地索取自己的份额。为了防止手足相残，继承人通常会合理分配遗产。这份文件就是为此而生。罗埃尔俯身解释：德雷尼子爵以监护人的身份申请西里利亚小姐的那份遗产。亚历克西斯抬眼：申请遗产只能由本人提出，所以我才把这个交给您。我们不该问问西里利亚小姐的意见吗？罗埃尔露出一个温和的微笑：毕竟小姐她或许也想要自己的那份遗产。亚历克西斯垂下眼帘，阴影笼罩了他的脸，文件在他手中显得格外沉重。罗埃尔暗自得意，果然他也在提防着遗产被夺走。一旦亚历克西斯将西里利亚视为对手，他的真面目就会暴露。我会利用那道裂痕。罗埃尔深深鞠躬：当然，主人的意愿对我最重要，只要您下令，我会立即销毁这份继承申请。亚历克西斯的声音毫无波澜：不必了，就这样吧，你退下。罗埃尔转身离去。哼，装腔作势到最后一刻，反正你很快就会被拖下水。亚历克西斯侧脸阴沉：为什么你拥有一切，姐姐？西里利亚在黑暗中尖叫：为什么不是我？为什么？西里利亚天真烂漫的笑脸浮现：姐姐。西里利亚的真实感受并不重要，我是一家之主，一切都该由我决定。在这种情况下，我没有余力去担心西里利亚，请把您的儿子交给我。我不能这么做，我的儿子就像温室里的花朵一样娇贵。如果我向王子展示我的诚意，您会把他交给我吗？诚意？那就让我看看。好，小姐，您说要展示诚意，这就是我的诚意，王子。哈，得不到你我就毁了你。我肚子饿了，王子，我们吃饭吧。公主，
我们没水喝，也没东西吃。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乞丐。一对违抗国王命令后逃跑的乞丐夫妇，那就靠种地为生吧。爱公主，哦，王子，快看这里！我挖开地，结果挖出了一颗精灵石啊！我看到了，在一片寸草不生的地方，居然藏着一颗精灵石，不是很奇怪吗？我猜是精灵石偷吃了这片土地的力量。是啊，我彻底失去他的信任了。不过没关系，我的目标是亚历克西斯，只要关于精灵石的故事传到亚历克西斯耳中呀，姐姐，你为什么看起来这么惊讶？因为你出现的太突然了，我还以为你会高兴呢。西里利亚猛地惊醒，什么？我没听错吧？亚历克西斯单膝跪地，他缓缓开口：“是遗产。”西里利亚微张着嘴，一片茫然。啊！亚历克西斯眼神低垂：“你有什么想要的吗？”西里利亚满心困惑。今天的亚历克西斯好奇怪，他吃错东西了吗？亚历克西斯的声音平静：“是因为想要的东西太多，所以才沉默吗？”戴恩连忙插话：“公爵大人，小姐她需要时间考虑。”亚历克西斯不为所动：“我早料到了，所以把父亲的遗产清单带来了。”他递出一份卷轴：“选吧。”西里利亚接过卷轴，眼神茫然：“可是姐姐。”我是次女，遗产只传长子，次女无份。亚历克西斯的声音冰冷，但德雷尼·博尔格子爵以你的名义提交了正式的继承申请，所以如果有什么想要的，现在就选。西里利亚紧紧攥住卷轴。德雷尼又想离间我和亚历克西斯，他猛然抬头。等等，德雷尼应该在申请里写明了想要的东西。他看向亚历克西斯，所以姐姐逼我自己选是在试探我。西里利亚陷入沉默。西里利亚脸上浮现出灿烂的笑容。姐姐。我确实有想要的东西。亚历克西斯眼神一凛，我就知道。西里利亚笑容灿烂，庄园北边的那块地，我想在那里建个游乐场。亚历克西斯神情困惑，戴恩则是一脸呆滞。戴恩回过神来，急忙劝说：“小姐，北边那块地是荒地，寸草不生。”西里利亚依旧笑着，所以才要建游乐场啊。戴恩深受打击，难道我的陪伴还不够有趣吗？亚历克西斯冷冷开口：“那块地，你要它？”还不如要垃圾。西里利亚的笑容僵住。垃圾。亚历克西斯嘴角勾起一丝冷笑。没错，垃圾堆里至少还能翻出点有用的东西。但帕西森的荒地寸草不生，无论做什么都无法扎根，除非你的目标只是在土里挖洞玩。西里利亚眼中闪着光，那正是我想要的姐姐。我打算在那片死地上尽情的挖个痛快。脚步声在华丽的房间里回响。罗埃尔怒气冲冲的离去。愚蠢的西里利亚，他难道不知道自己手握怎样的筹码，竟然用它换了一堆垃圾？这本是向亚历克西斯施压的绝佳机会，他却如此轻易的挥霍掉了。也罢，是我自己蠢。竟对那个傻瓜抱有期待，反正我还有一张牌可打。亚历克西斯冷冷地问：“又有什么事？”罗埃尔站在他面前，听说你解决了遗产问题。亚历克西斯冷淡回应：“你不是专程来告诉我这个的吧？”罗埃尔扶了扶眼镜：“你是否审阅过家族的财务状况？”亚历克西斯打断了他：“你不再是管理人，这与你无关。”罗埃尔低头：“我完全同意，但我觉得有必要亲手把这个交给你。”他双手捧上一本厚重的账簿。亚历克西斯面无表情地看着，前世我从未见过这样的账簿，尤其是被逼到绝路的罗埃尔亲手交出的。罗埃尔的脸上浮现出一抹诡异的微笑，一股不祥的预感弥漫开来。这东西充满了坏消息的味道。家父命我将此物转交给您。他递上一本封面写着贷款协议的账簿。亚历克西斯翻开账簿，债权人杰宁·帕西森，债务人茱莉亚与我的父亲，债务总额75万格兰德。这笔巨款足以买下首都的豪宅，甚至皇帝的行宫。对于寻常公爵家族，这或许还能应付，但帕西森不行。亚历克西斯的手指划过纸页，年利率100%。这简直是疯了！要还清这笔钱，就必须变卖家族资产。合同上有一条特殊条款，若无法以现金偿还，则需以债权人指定的物品抵偿。债权人指定的物品可能是帕西森庄园，可能是整片领地，甚至可能是帕西森这个姓氏。亚历克西斯的眼神冰冷。杰宁表面上是虔诚的大主教，背地里却经营着庞大的高利贷生意。罗埃尔低垂着眼，看来先代公爵夫妇从我父亲那里借了一大笔钱，连我这个管理人都毫不知情。罗埃尔解释道：“家父认为新公爵应该知晓此事。”亚历克西斯眼神锐利，所以这是在要求立即还款。罗埃尔微微侧身，不完全是，但还款期限确实早已过了。他带着一丝微笑补充：“况且这笔资金本是用于修建新的圣殿，所以家父恐怕无法再等下去了。”亚历克西斯紧握着账簿，指节泛白。现在我明白前世他们为何没打出这张牌了。前世我并没有像现在这样迅速将这对父子逼入绝境，被逼急了，他们就想用财务危机来压垮我。罗埃尔微笑着说：“家父说可以给您1个月的宽限期，如果您愿意，我可以安排您与他私下会面。”亚历克西斯打断他：“我明白了。”现在离开。罗埃尔一脸震惊，什么？他拒绝会面？那个小丫头，她根本不明白债务的可怕。亚历克西斯冷冷地看着他，你没听见吗？我说了，滚出去。戴恩俯视着西里利亚，小姐，我暂时不能陪您玩了。西里利亚抬头，为什么？戴恩转身，我想去讨伐魔物。西里利亚不解，讨伐魔物？为什么偏偏是现在讨伐魔物？在原作中，亚历克西斯这么做是因为缺钱，帝国会为捕获的魔物支付赏金，因此在前2世，他都靠猎杀魔物来支撑帕西森的财政。我知道公国的财务状况很紧张，但以亚历克西斯的能力，只要谨慎管理就没问题。可他还是选择了去讨伐魔物，这意味着公国急需一大笔钱。我想我明白为什么了。我以前偶尔会偷看茱莉亚的秘密账簿，茱莉亚曾因奢靡挥霍与贿赂背负了巨额债务，债权人正是杰宁·帕西森，利率高的离谱。但现在去讨伐魔物，他也赚不了多少钱。此时的魔物只存在于被结界封锁的噩梦之谷，无法进入。即使去已知的栖息地，也不会有高额悬赏的目标，更不会有值钱的副产品。更重要的是，讨伐魔物会让亚历克西斯陷入地狱般的境地，我绝不能让姐姐去做那么危险的事。西里利亚双拳紧握，眼神决绝。虽然比预想的要早，
但我别无选择，只能立刻执行那个计划了。几天前，我预料到亚历克西斯会有缺钱的一天，一直在寻找有用的东西。西里利亚打开道具栏，我看看，他躺在床上，眼神忽然一凝。一个 S 级道具映入眼帘，淘金热，它能显示附近的宝藏，还能挖穿最坚硬的地形。西里利亚兴奋地坐起来，宝藏，我中大奖了！选择淘金热，金光乍现，一张古老的羊皮卷在他面前展开。西里利亚的笑容灿烂无比，被金色的光芒包裹。哇！他的表情瞬间凝固，笑容僵在脸上，羊皮卷上的光芒熄灭，一道红色警报弹出，持有者魔力耗尽，道具无法启动。西里利亚跪坐在床上，看着悬浮的卷轴，我的魔力耗尽了，难道说我每次使用道具都在消耗魔力？西里利亚回想起之前鉴定那封伪造信件的时刻，鉴定结果显示信件是假的。原来如此，鉴定信件的真伪，发送消息给姐姐，每一次操作都在消耗我的魔力。西里利亚懊恼地闭上眼，我忘了使用道具需要消耗魔力，不过这至少证明了这具身体里有魔力。西里利亚的嘴角微微上扬，说不定还很适合积攒魔力，但补充魔力需要训练，我没有那个时间。他忽然想到了什么，等等，说起来，我的道具栏里好像有魔力石。他迅速翻找，找到了矮人矿山的魔力石，一块巨大的金色水晶凭空出现，落在西里利亚的怀里，沉甸甸的。矮人经手的魔力石都是高级货，像我这样魔力低下的人，只要吸收一颗，就能挑战 A 级副本的最终首领。西里利亚将魔力石放在腿上，双手附上，璀璨的蓝色光芒瞬间将它包裹。魔力充盈，西里利亚再次启动道具。好的，再来一次。淘金热显示地图，巨大的藏宝图在他面前展开，金光闪耀。果然，人生就是靠装备。西里利亚的笑容凝固。等等。好像不太对劲，地图上清晰地标示着帕西森庄园，他的指尖落在庄园的位置，庄园下面有东西，他点击了那个标记，传说级领地，无主君王的疆域，储存着神话时代统治者遗物的领域，警告，限制区域，进入风险自负，死亡不予赔偿。庄园下面竟然有这种地方，一个限制区域，看来我必须亲自去看看了。地下应该不会藏着更可怕的东西吧？西里利亚清点地图，还好没有比这更危险的地方了。金光爆发，一个信息框弹出 ，SSS 级。夜之灵石埋藏地，由堕落精灵创造的最高级灵石矿脉，近期生成，尚未开采，先到先得。西里利亚惊得跪坐在床上。夜之灵石，普通的精灵拥有光明属性，天性善良，与自然和谐共处，但精灵因故堕落，就会获得黑暗属性，他们的魔力会化为夜之灵石，一种蕴含着巨大黑暗力量的矿物。这种石头可是小说后半段才会出现的终极道具，灵石也是如此。普通的灵石能活化自然净化环境，是能量的源泉，但堕落的夜之灵石力量远超普通灵石，却会吸干土地的生命力。西里利亚恍然大悟，原来如此，这就是我们领地如此贫瘠的原因。只要开采夜之灵石，我们就能卖掉换钱，还能在生命力流失停止后恢复土壤。西里利亚眼中闪烁着光芒，这简直是天赐良机。庄园地下的秘密渐渐淡出他的记忆，所以当亚历克西斯问我想要什么遗产时，我选择了那片土地。我本想通过德雷尼暗示这件事，但现在计划彻底失败。西里利亚眼神坚定，看来我只能亲自执行了。戴恩，还记得我们之前收到的那片土地吗？戴恩一愣，您是指北边的那块地？西里利亚攥紧拳头，对，就是那里。我们说好要建游乐场的，现在就去。戴恩面露难色，您突然起身就是为此？但公爵现在非常忙。西里利亚打断他，没关系。相信我就好。什么？他不再多言，转身就跑。西里利亚的身影飞速消失在门口。戴恩呆立原地，伸出的手僵在半空。小姐，您要去哪里？小姐。西里利亚迈着小腿飞奔冲破大门，他高举手臂，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姐姐，我会让你发财的。亚历克西斯坐在王座般的椅子上，神情冷峻，手持羽毛笔和文件，静静地看着他。亚历克西斯眉毛微挑，一脸困惑。几天后，庄园北部的荒地，狂风卷起尘土，吹拂着西里利亚的银发。这里寸草不生。他环顾四周，眼神空洞。说真的，这里什么都没有。我偷偷溜了出来，土地了无生机，连一只虫子都没有。通常土地能量衰减后很快就能恢复，但这片土地不行。西里利亚蹲下，抓起一把干枯的泥土，因为他地下的灵石正在吸干他的能量。他嘴角勾起一抹狡黠的笑意。而现在只有我知道这件事。西里利亚召唤出道具，只要我找到夜之灵石，在任何人发现我溜出来潜回去，就万无一失了。他扛起巨大的稿子，笑容狡黠又自信。等我，姐姐，我会让我们发大财的。贪婪的稿子 LV1， 它会随着使用次数变强，能精准探测宝藏，还能开采漂亮的石头。西里利亚咬紧牙关，可恶的稿子，明明应该能完美找到宝藏，结果因为等级太低，挖出来的全都是石头。西里利亚气喘吁吁，让一个公爵千金干这种活，他眼神一凛，哼，你以为我会放弃吗？我们走着瞧。西里利亚再次抡起稿子，用尽全力砸向地面，稿尖深深嵌入泥土，发出沉闷的声响。他微微一怔，这地方的土怎么感觉软软的？西里利亚眼中闪过一道光，难道说我终于找到了？他的脸上绽放出灿烂的笑容，这意味着他就在下面。西里利亚发出一声长长的尖叫，稿子从他手中脱落，重重地摔在地上。这东西是不是有缺陷？挥动100次，从1级升到2级。西里利亚瘫倒在地，精疲力竭。再挥动100次，从2级升到3级。终于，一个蓝色的系统窗口在他面前展开。恭喜您已拥有贪婪的稿子 LV3，可开采包括灵石在内的所有宝石，并已解锁自动模式。稿子自动悬浮，开始疯狂地敲击地面。西里利亚欣慰地闭上眼。
终于能休息一下了。他倚靠在石壁上，西里利亚猛地惊醒。他缓缓撑起身子，茫然四顾。刚才是什么声音？一道幽光从洞穴深处传来，旁边裂开一个洞口。西里利亚凑近洞口，小心翼翼地向里窥探。一簇巨大的紫色晶体赫然在目，散发着神秘的光芒。那是夜之灵石。西里利亚的脸瞬间亮了起来，笑容灿烂如花。找到了！西里利亚双手捧起那块晶石，动作这儿重之。他将灵石捧在手心，仔细端详。这就是夜之灵石，能量几乎要溢出来了。他一定从帕西森吸走了巨量的力量，这样一来，他就再也无法吸走土地的生命力了。如果告诉亚历克西斯，他肯定会包揽所有开采工作，那样公爵家的债务就能解决，土地的肥力也能恢复。帕西森计划大获全成功。西里利亚趴在洞口，笑得一脸满足。他忽然一怔，有人来了，难道我溜出来被发现了？西里利亚猛地抬头望向洞口上方，德雷尼子爵低头俯视，嘴角挂着一丝诡异的微笑。好久不见，西里利亚。西里利亚抬头仰望，脸上写满惊愕。叔叔。德雷尼低头俯视，一脸不悦。你怎么会在这里？他一把抓住西里利亚的胳膊，将他粗暴地拎了起来。啊，好痛！德雷尼的声音透着虚伪的关心。难道比叔叔见不到你的心还痛吗？我太想你了，一直在庄园附近徘徊，没想到碰巧找到了你。西里利亚咬牙切齿，该死！这片荒地就在庄园外围，但仍与庄园相连。我以为自己一个人来不会有危险，没想到德雷尼会在这里埋伏。听说我不在的时候，亚历克西斯骗你签了些奇怪的文件。德雷尼的脸在阴影中扭曲，眼神阴鸷。西里利亚奋力挣扎，放开我！放我下来！德雷尼死死抓住他，我不能再把你留在公爵府了，跟我走！西里利亚惊愕地睁大眼睛，什么？不，我不走！德雷尼的语气不容置喙，别动！很多人都同意帮忙了，所以不，这是什么？西里利亚的瞳孔骤然收缩，绝对不能让他发现夜之灵石。西里利亚心中默念，物品栏，夜之灵石瞬间消失。德雷尼的脸因愤怒而扭曲，你刚才做了什么？西里利亚强装镇定，啊，我什么也没做，叔叔。你肯定看错了。德雷尼怒不可遏，不可能，我看得清清楚楚，你藏了什么东西？他双手抓住西里利亚的肩膀，用力摇晃。德雷尼的脸逼近，眼神凶狠。好吧，看来得好好教训你，才能让你变乖。一个黑色头套套住他，你这鼠辈，知道自己溜达到什么地方来了吗？你绑架了那个女孩。这里是我失去意识了吗？你这种废物有什么资格顶嘴？这是叔叔和侄女之间的事情，是德雷尼的声音，我会让你后悔敢插手我的事。你醒的正是时候。喂，你还好吗？快起来，去质问你那个所谓的叔叔，这人是谁？喂，你还好吗？一个金发少年被反绑着，他侧过头，快起来，去跟你那个所谓的叔叔谈谈。西里利亚意识模糊，这男孩是谁？他被粗绳紧紧捆绑，动弹不得。德雷尼的声音响起，哦，西里利亚，你醒了。西里利亚挣扎着睁开眼，德雷尼一脸不悦，该死，醒得太早了，药效没起作用吗？药，我没感觉自己吃了药，难道是前世的毒素免疫还在？德雷尼的声音透着一丝伪善，本来想让你在睡梦中毫无痛苦的走，看来现在别无选择了。德雷尼抓起一根粗绳，眼神阴冷。西里利亚惊恐地看着他，叔叔，看来他已经放弃利用我当摄政王的梦想了。他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为了帕西森的未来，虽然可悲，但这是无法避免的。德雷尼的阴影笼罩下来，西里利亚绝望地靠在墙上。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亚历克西斯毁掉家族，长辈提出摄政，他就该感恩戴德。他侧过脸，笑容轻蔑，他凭什么自称家主？西里利亚奋力嘶吼，帕西森本来就是姐姐的。德雷尼猛地转身，你懂什么？西里利亚毫不畏惧地回敬，叔叔，没了我，你连当摄政王的机会都没有。德雷尼的笑容凝固了，哦，原来你知道。他捏紧拳头，眼神变得很厉。我本以为你只是个漂亮愚蠢的人偶。德雷尼缓缓蹲下，笑容愈发扭曲。那你也该知道我为什么要杀你了吧？西里利亚的瞳孔骤然收缩。你要嫁祸给姐姐？德雷尼的脸凑近。没错，我会让亚历克西斯背上杀害你的罪名。西里利亚挣扎着，没人会相信你的。德雷尼笑得愈发癫狂。别担心，我已经找好了帮手。帮手？他不是一个人。西里利亚猛然想起，之前有人用麻袋套住了我的头，但这里只有3个人。金发少年倒在地上，身体蜷缩着。西里利亚的目光扫过他，他想做什么？难道是要从背后偷袭德雷尼？我必须为他争取时间。德雷尼闭上眼睛，语气带着虚伪的惋惜。我本想让你当上女公爵，我来做你的摄政王，可惜了，别太恨我。西里利亚突然爆发，你这个肮脏贪婪的侏罗杀人犯！什么？西里利亚毫不退缩的怒吼，你毫无才能，却觊觎公爵之位，你这个无能的蠢货，只会毁掉自己的子爵领地。德雷尼气得浑身发抖，你这个小鬼，我有强大的后台，我不会毁掉任何领地。德雷尼的脸因愤怒而涨红，所以你安心上路吧，我会替你好好管理帕西森的。金发少年猛地扑上前，一口咬住德雷尼的小腿，德雷尼痛得大叫，啊！这该死的小鬼！少年撞在墙上，割断了绳索。他迅速解开西里利亚的束缚，一把拉起西里利亚，我们走。西里利亚被他拉着，一脸错愕。我以为他只是个孩子，没想到比我想象中要高大。他穿着佣兵的衣服，但绝不是普通的佣兵。为什么这样的孩子会和我关在一起？德雷尼的怒吼从身后传来，你以为你们要去哪？西里利亚被狠狠甩在地上，尖叫一声。德雷尼怒不可遏，你一直都在故意跟我作对，揭露假遗嘱，让亚历克西斯当上家主，还揪出了我安插的间谍。他拔出匕首，我本想让你走得安详。金发少年惊恐地看着门内，不，一道紫光闪过门，被瞬间劈碎。你竟敢绑架帕西森的直系后裔！他的剑锋直指德雷尼的咽喉。姐姐！西里利亚颤抖着，亚历克西斯，
公爵大人，我只是……亚历克西斯眼神冰冷，剑锋抵住德雷尼的喉咙。你知道这把剑沾过多少人的血吗？德雷尼浑身颤抖，面如死灰。亚历克西斯的声音毫无波澜。今天看来要再添一条了。西里利亚怔怔地看着亚历克西斯，在说他前世的事，说的是他复仇时剑下染的血，甚至包括了原来的西里利亚。骑士们冲了进来。公爵大人，他们看到眼前的景象，急忙劝阻，请冷静，那种人不值得您亲自动手。况且西里利亚小姐在看着。没错，公爵大人，请冷静。他收剑入鞘，语气不容置喙。绑起来，关进监狱，我们会进行正式处决。骑士们齐声回应，遵命。公爵大人，亚历克西斯的声音依旧冰冷。起来吧。西里利亚跪坐在地。姐姐生气了。她挣扎着想站起来，双腿却因捆绑太久而麻木。她痛苦地闭上眼，长时间的跪姿让双腿失去了知觉。突然，一双有力的臂膀将她抱起。亚历克西斯抱着她，女仆们都在找你。我以为你在什么废墟里玩泥巴呢？他看着怀中的西里利亚，眼神里带着一丝轻蔑。真可悲，竟然会被绑架。西里利亚内心一阵慌乱，我惹上大麻烦了，还好有目击者。对不起，请原谅我，我再也不会一个人出去了。亚历克西斯从不关心任何他不感兴趣的事，但他却如此愤怒地赶来这里，只因为他愚蠢的妹妹被绑架了。如果我不道歉，恐怕也会被那把剑砍到。西里利亚双手合十，满脸惊恐。不要杀我，姐姐，我为什么要杀自己的妹妹？我们回去吧。亚历克西斯脸上浮现一丝浅笑。西里利亚呆呆地看着他，眼中满是困惑。脚步声在草地上响起。帕西森公馆笼罩在夜色下，传说噩梦之主沉睡于此。我本想潜入公馆调查那个传说，但我发现一个孩子在那里被绑架了，两个蒙面人正死死地捂住他。谁能想到竟是公爵的妹妹？亚历克西斯回首，任务尚未开始，我不能暴露身份，我们很快会再见的。他转身没入夜色，大步离开。西里利亚，帕西森。西里利亚仰起脸，眼中闪烁着光芒。谢谢你救了我。西里利亚在他怀里扭动身体。对了，我有个礼物要给你。亚历克西斯面无表情地看着他，这次又捡了什么垃圾回来？西里利亚得意地笑起来，至少这次是漂亮的垃圾。他摊开双手，一块巨大的紫色水晶熠熠生辉。亚历克西斯的瞳孔骤然收缩。你在哪里找到的？西里利亚开心地回答，我在废墟的土里玩时发现的，洞里还有好多呢。亚历克西斯低声确认，你说还有更多？西里利亚在他怀里灿烂一笑，对，还有很多很多。西里利亚侧过脸，嘴角挂着满足的微笑。太好了，亚历克西斯会开心的。亚历克西斯凝视着水晶，脸上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西里利亚的头缓缓垂下，我的任务完成了。他突然感到怀里一沉。西里利亚，快醒醒！遵照命令秘密调查之后，我们确认了领地废墟中埋藏着大量夜光石。亚历克西斯坐在椅上，西里利亚的话是真的。戴恩神情忧虑，令人担心的是他完全没有醒过来。马兰回应，医生说只是因为惊吓，我更担心整夜看护他的您。这种事交给女仆就好。亚历克西斯俯身轻抚西里利亚的额头，西里利亚轻哼一声，一种温暖舒适的感觉。亚历克西斯静静地注视着他，不知为何总觉得他很快就会恢复健康，只要我等着，你就没有理由不醒来。亚历克西斯起身，目光扫过一张地图，废墟中确实埋藏着夜光石，那曾是皇室为净化噩梦山谷而特制的魔法工具。即便如此，也只能找到少量灵石，但帕西森的夜光石数量惊人。亚历克西斯侧脸沉思，如果卖掉这些，就能还清杰宁的债务，剩下的钱还可以买粮食。开采完灵石，土地就会复苏，也不再需要进口粮食。亚历克西斯靠在椅上，长长的叹了口气。但荒芜期明年就开始了。荒芜期，怪物从噩梦山谷涌出，吞噬大陆所有粮食的时代。人们饥饿、死亡行走于干涸的大地。前世我猎杀怪物，只为在荒芜期艰难求生，但这一世我只需安坐办公室内，交易夜光石即可，真是太容易了。他长舒一口气，脸上浮现一抹微笑。这又要感谢西里利亚了。西里利亚安静的沉睡，如同一个天使。或许从他要求继承废墟的那一刻起，他就已经察觉到夜光石的存在了。亚历克西斯单手托腮，凝视着沉睡的妹妹。确实，他和前世的西里利亚完全不同。我有时会想，你是不是也重生了？西里利亚在睡梦中轻哼，身体微微颤动。他皱了皱眉，发出一声细微的呻吟。亚历克西斯轻捏他的脸颊，懒虫，快醒醒！西里利亚猛然惊醒，呼，太好了，我还活着，但是这里没人吗？他从门口探出头，感觉刚才好像有人在这里。西里利亚走下台阶，姐姐去哪儿了？她找到夜光石了吗？西里利亚环顾四周，我明明听到了声音，一个金发男人正捂着嘴。他从门后探出头，为什么这么晚还不睡？他受伤了吗？西里利亚从门后探出头，找到你了。他猛地回头，被吓了一跳，他惊慌地退后一步，大喊：你从哪儿冒出来的？西里利亚抓住他的手臂，理直气壮：这里是我家，我当然比谁都清楚。他仔细端详着他，就是这个孩子，德莱尼绑架我时他也在场，我还在想他去了哪里，没想到会在这里重逢。他像只流浪猫一样鬼鬼祟祟的在干什么？西里利亚仰头质问：你是谁？少年回答：凯尔。西里利亚眼前一亮，凯尔真是个好听的名字。他突然反应过来，不对，你为什么偷偷溜进我家？凯尔嘴角微扬，你难道不该先说点别的吗？他微微歪头，没忘记上次的事吧？西里利亚鼓起脸颊，哼了一声，他低下头，声音细若蚊蝇，谢谢你，上次被绑架时帮了我。凯尔露出满意的微笑，不客气。西里利亚注视着凯尔，他笑起来很好看，不，就算站着不动也气质出众。凯尔穿着佣兵的衣服，和上次一样，但他看起来并不像个佣兵。这样的孩子为什么要潜入公爵府？难道是在跟踪我？凯尔突然靠近，眼神恳切，你能藏一下我吗？西里利亚一脸荒唐，什么？凯尔笑着解释，我在被人追杀，就当是报答上次的人情吧。西里利亚皱起眉头，我凭什么相信你？凯尔轻笑一声，看着呆呆的警惕心倒是不赖。你说什么？他指了指自己的衣服，你看我这身打扮，我以前是个佣兵，
现在逃出来了。凯尔自负地扬起下巴，那里是猎杀怪物的佣兵团，却让我干粗活。你看看我这张脸，像我这么漂亮的人怎么能干那种事？西里利亚面无表情地看着他，你脸皮真厚。凯尔毫不在意地继续说，总之我没按他们说的做就逃了，所以才被追杀，把我藏起来，直到他们放弃就行。西里利亚双臂环胸，一脸怀疑。既然你这么擅长躲藏，能溜进公爵府，我觉得没必要帮你，而且被人追杀，不也说明你做错了什么吗？凯尔凝视着他，你看起来天真无邪，但西里利亚眯起眼睛，你看起来像个贵族，可你却是个佣兵。凯尔见他寸步不让，只好换了个说法，好吧，那你就当是还我人情。无论躲藏技术多好，每天东躲西藏也很累，但在公爵府就能安心躲着，毕竟这里不是谁都能进来的。西里利亚陷入沉思，我该怎么办？藏匿一个陌生人太危险了，要是被姐姐发现，他下定决心。好吧，凯尔不敢置信地睁大眼睛，你同意了？西里利亚表情严肃，但我有一个条件。西里利亚眼中闪过一丝狡黠，他伸出一根手指，只要你帮我做一件事，我就藏你。帕西森公爵的领地广袤无垠，但在公爵领地之内，仍有不属于公爵的地方，那是杰宁和德莱尼的土地，因为我已故的父亲和茱莉亚把他们卖掉了，卖出去的土地大多是耕地，但其中也有荒地。杰宁买下那片地，因为他靠近领地中心，本想大兴土木，却因土地贫瘠而放弃。夜光石一定也埋在那里，就算土地不大，储量也应该相当可观。反正德莱尼马上要被处决了，等他死后没收土地就好。但杰宁是个问题，杰宁名下的那片荒地该怎么办？如果我突然说要买下荒地，他一定会起疑心，但我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收回这片土地。马兰公爵大人，属下在，这件事就交给你了。收回杰宁名下的那片荒地，还有小心别让他发现夜光石的事。遵命，公爵大人，包在我身上。我是这么跟公爵大人说的。抱歉，那块地已经卖出去了，我完蛋了。那个，请问卖给谁了？杰宁看着他一言不发。不久前，大主教有访客找您，我正在专心祷告，让他们下次再来吧。来者似乎需要帮助，这世上需要帮助的人何止一两个？他们带了很多钱，你还愣着干什么？快把他们带到会客厅来。我叫杰米·罗伦，你是罗伦侯爵的私生子，我听说他失踪很久，已经被宣告死亡了。难道他还活着？他的脸看起来有点不一样，也许是经历了很多事吧。我住在帕西森的一个侄子说他需要一小块地来耕种，听说找大主教就能买到地，所以特地前来拜访，但我不太了解帕西森的地价。哦，我明白了，那么你是想用这些钱买一块地吗？是的，没错，你来对地方了，真是个冤大头。所以你把所有的地都卖给那个叫杰米·罗伦的人了？没错。糟了，我该怎么跟公爵大人交代？凯尔轻敲窗户，你来了，这是你要求的报酬，是杰宁那片荒地的地契。